烟火直接在头上炸开，画面非常震撼，比跨年还精彩。那这个show我觉得蛮漂亮的，也很震撼。除了美人鱼很漂亮之外，还有身材很好的美男鱼。我们那天有看到黑熊啊、老虎、狮子都蛮近的，尤其我第一次这么近看黑熊吃东西。喜欢云霄飞车、旋转设施、主题乐园，也可以去挑战。大家如果喜欢企鹅的话，非常推荐可以到泰国的考考 Open Zoo 的动物园，可以更近距离的喂企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住在泰国的 Kimi。前阵子去了越南的富国岛，在去之前不知道富国岛到底适合怎么玩。第一次去富国岛，要不要签证？季节什么时候去最好？有没有哪些景点值得排？适不适合自由行？带小孩长辈去会不会太累？这些问题我出发前也都很想知道，所以今天这集会用这次去富国岛玩的经验，帮大家整理一份比较完整也比较好理解的富国岛详细攻略。如果你最近也正在考虑去富国岛，这支影片看完之后呢，就会更清楚知道富国岛要怎么安排行程。我们先讲签证，因为出国旅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先确认到底能不能去。富国岛比较特别，它有自己的免签政策，这边我直接帮大家整理。如果你拿的是台湾护照或是香港特区护照，这趟是直飞富国岛，而且整趟只待在富国岛，符合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使用富国岛的免签。最多可以停留30天，但要注意的是，富国岛免签不等于整个越南都免签哦。如果想从富国岛顺便去越南其他城市，像胡志明、河内、岘港、惠安，或是从富国岛再转飞到越南本土的其他城市，那就要另外再申请越南的签证。如果拿的是新加坡护照或是马来西亚护照，就比较方便，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护照去越南一般观光本来就有30天的免签，所以不止富国岛。去越南其他城市通常也不用再另外再办观光签证，不过签证的规定可能会更新，最后还是要看大家拿的是哪一本护照，从哪边入境，停留多久，是不是会去越南其他城市，所以出发前一定要用自己的护照再确认一次最新的规定哦。签证确认之后，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季节去富国岛是最好的呢？富国岛是热带海岛，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偏热，体感有点像泰国，白天太阳很大，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去，防晒、防热、防蚊都一定要做好。富国岛大致上可以分成干季和雨季，一般来说，干季大约落在11月到隔年的4月，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稳定，比较适合玩水啊、搭缆车去海边。雨季呢，大约是5月到10月。雨季不是不能去，但是户外行程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。富国岛很多重点行程都在户外，像香岛的跨海缆车啊、水上乐园、日落小镇、亲吻桥，还有晚上的海上表演跟烟火。如果天气不好，体验真的会差很多。雨季也不是完全不行，只是行程要排松一点，可以多安排一些弹性的时间，或是准备室内的备案，例如说海参馆啊、咖啡厅、超市采买。越南富国岛的雨季跟泰国的雨季有点像，不一定是整天都一直下雨，有时候是突然一阵大雨，那雨停之后呢就会放晴。所以如果最期待看到烟火的话，我会比较推荐干季的时候去，也就是11月到隔年的4月这个期间。想要省预算，可以接受天气的变数，雨季也可以考虑，就是在5月到10月。不过不管哪个季节去，富国岛都很晒。确认签证和季节之后，再来就是机票。这次我们搭的是台北直飞富国岛的太阳富国航空，这间航空公司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比较新。简单分享一下这次搭乘下来觉得蛮方便的地方：4天3夜来回机票最低大概是6000多台币左右，机票价格会在依照日期啊、票种还有促销活动、税金会不一样，所以大家还是要以自己当下看到的订票为准。票价有包含行李，手提行李7公斤，加上托运行李23公斤，总共是30公斤。对海岛旅行来说还蛮实用的，因为会带泳衣啊、防晒，回程又会买伴手礼，行李的额度足够就很安心。机上也有飞机餐，可以提前线上预订餐点，也可以线上选位。如果有饮食限制，像是不吃牛、不吃猪、吃素，或是想选特殊餐，出发前都可以在线上先选好，很方便。班机时间是晚去5回，去程是下午的4点55分，从台北
出发，晚上大约是8点30分抵达富国岛，回程的时间是中午11点左右的飞机。这个的时间好处是它不是红眼班机，所以半夜不用爬起来，身体比较不会那么累。行程安排上比较要注意的地方是，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适合排轻松一点的行程，像是第一天到达的时候是晚上了，可以去饭店附近吃东西、按摩、逛个夜市，或是直接回饭店休息。那最后一天中午的飞机，早上可以安排饭店附近吃个美食、喝个咖啡，差不多就要去机场了。大家晚去午回的航班，会建议大家把重点的行程排在中间完整的那几天，玩起来会比较舒服。我们这次搭首航抵达富国岛的时候，还有迎宾和喷水仪式，现场非常热闹，还有伴手礼，真的非常有仪式感。在订饭店之前，大家一定要先看懂富国岛的地理概念。富国岛主要观光动线大致可以分成北部中部跟南部，所有景点不是在同一区，所以在选住宿不是先看哪间饭店，而是要先想清楚这趟旅行你主要想要玩哪一区。简单来说，北部比较像是亲子还有大型的乐园，主要有 Safari 动物园，还有 Vin Wonder 的珍珠乐园，还有 Grand World 富国大世界。中部靠近机场、市区还有夜市。南部则是我觉得最有富国岛度假感的地方，有跨海缆车、日落小镇、亲吻桥，还有晚上的海上表演跟烟火。富国岛分北中南，那我先分享南部。早上呢，先去搭世界最长的跨海缆车，搭缆车的时间大约是15到20分钟。从高空往下看，会看到海船小岛，还有海上养殖区，真的很漂亮。抵达香岛之后呢，上面是水陆的双乐园，有陆上的游乐设施，水上有很多滑水道，还有戏水设施。这边很适合玩水，也很适合亲子。如果完全不玩水，只想搭缆车拍照，时间不用排太长。但如果想玩水上设施，就可以排半天以上的时间。玩水的部分要注意，有些滑水道会限制泳衣泳裤不能有拉链或是金属扣，所以在泳衣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先确认一下。这里呢有置物柜、毛巾租借，也有毛巾洗发、润发，大概是5万越南盾，换算台币大概是60左右。中午呢，我们吃 Mango 餐厅，是自助餐吃到饱，规模很大，料理的种类很多，有粤式、韩式、泰式、中式、意式、美式，很多。带小孩长辈，如果口味不一样的话，就很方便。那旁边还有一间芒果冰淇淋店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推荐大家。早上玩完行程之后，下午可以搭缆车回到日落小镇。日落小镇的建筑很欧式，有彩色的拱门还有一个很像罗马竞技场的场景，拍起来很有越南小欧洲的感觉。建议大家可以带长洋装、度假风一点衣服，拍起来很搭。下午光线也比较漂亮，也不会太晒。在日落小镇，我们去了2家美食店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一个是面包，价格很便宜，换算台币大概30到80块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家咖啡厅，我们很喜欢，它是卖淡咖啡跟椰子咖啡。淡咖啡喝起来就是比较像甜点，椰子咖啡很适合富国岛这种炎热天气。在搭飞机之前，我后来还特地的坐计程车去买了外带，真的很喜欢。接着呢，可以去亲吻桥。亲吻桥是日落小镇很有名的拍照景点，它的设计是两边的桥身没有完全连在一起，中间留一点点距离，所以可以拍出2个人快要亲吻的画面。现场人真的很多，要拍到干净的画面是需要抓角度的。现场有一些摄影师在帮忙拍照收费。那晚餐呢，我们去了日落小镇很有名的啤酒餐厅。这边是吃到饱，啤酒比水还便宜。这间餐厅我觉得很适合排在晚上，因为晚上有 Symphony of the Sea 水上的摩托秀。那这个水上摩托秀灯光、音乐还有烟火效果都做得非常震撼。这间餐厅的位置就在表演还有烟火的附近，定位的时候会建议大家要选户外区，面向桥的那一边。烟火直接在头上炸开，画面非常震撼，比跨年还精彩。晚上呢，还有一个大型的海洋主题剧场秀，叫做海洋之吻 Kiss of the Sea。这个呢不是一般的水舞，而是比较大型多媒体海上剧场，会结合水幕灯光、火焰、雷射、音乐、演员表演还有烟火。我觉得这个秀也是非常值得看，尤其最后的烟火在头顶上炸开，那个震撼度真的是哇！
也太近了吧！那接下来呢，分享北部。北部比较像是亲子还有大型乐园区。如果你带小孩啊，或者喜欢动物园、主题乐园，或是晚上想要去大型的园区逛街拍照，北部会很适合。北部呢，一日玩法建议可以这样排：早上先去动物园，园区很大，如果带了小孩、长辈，或是不想一直走路排队的话，可以考虑加购园区的代步服务。野生动物园有分红色路线跟黄色路线，推荐大家一进园区之后呢，先去红色的路线，就是猛兽区，搭大型的游览车巴士进去看动物。我们那天有看到黑熊啊、老虎、狮子都蛮近的，尤其我第一次这么近看黑熊吃东西，超可爱。如果可以选位置，我会建议大家坐左边，也就是司机的那一侧。那一天很多动物都出现在左边，当然动物每天都会自己自由走动，所以不能保证它一定会出现在左边。但是我们那天左边的经验是蛮加分的。大型的游园巴士最后呢会在长颈鹿区放大家下车，也就是黄色路线区的动物区，是非猛兽区，可以自由步行参观。到了长颈鹿区，如果大家想喂长颈鹿，记得要先去买饲料。那里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动物，就是马达加斯加里面的朱利安国王环尾狐猴，可以近距离跟他们拍照互动，非常适合喜欢动物的碰碰。那动物园结束之后呢，下午可以去珍珠乐园，就是号称越南版的迪士尼，因为里面有城堡啊、主题区，还有游乐设施、水上乐园，还有一个超级大的海参馆。那下午到了珍珠乐园呢，大家第一件事情非常推荐可以先去海参馆，因为有美人鱼秀的表演，那很值得看。那这个秀我觉得蛮漂亮的，也很震撼。除了美人鱼很漂亮之外，还有身材很好的美男鱼，那整个画面很华丽，而且水里的小鱼还会跟着美人鱼一起游，看起来非常梦幻。那看完美人鱼秀之后呢，可以继续逛海底隧道啊，看水母、鲨鱼、企鹅，也有一些互动体验，像是可以喂企鹅，大约是40万越南盾。大家如果喜欢企鹅的话，非常推荐可以到泰国的考考 Open Zoo 的动物园，可以更近距离的喂企鹅。那珍珠乐园里面也有刺激的设施，喜欢云霄飞车、旋转设施、主题乐园也可以去挑战。整体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海参馆还有美人鱼秀，所以时间有限的话，建议要先抓表演时间，再安排游乐设施。那推荐大家可以在珍珠乐园的晚上看完表演之后再离开。看完表演之后呢，接着可以去富国大世界。这里很像一个大型的主题商圈，有彩色的建筑、运河、餐厅、商店、表演，还有一些付费的体验。晚上灯亮很有气氛，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竹编建筑艺术作品，是竹子做的，拍起来很有记忆点。那富国大世界的主题商圈呢，这个是免费的，有一些体验是另外付费，像是有一个越南精华秀，它是像大型实境的文化表演，演员会穿越越南古代服装，呈现越南的文化还有历史气氛。还有威尼斯贡多拉船也可以搭。那晚上的富国大世界也有免费的水舞秀。那我们在富国大世界有吃了2间餐厅，一个是越南法棍搭配咖喱，法棍很脆，搭上咖喱很好吃。另外一个是海鲜餐厅，富国岛是海岛，所以如果喜欢海鲜，可以安排一餐在这里。很推荐必点的是炸春卷跟清蒸小卷。至于中部呢，主要的优点就是比较接近机场，还有阳东夜市。了解富国岛分区、住宿还有景点之后，接下来呢就要讲交通。会建议大家出发前先下载3个 APP：Grab、SingSM 还有 VinBus。Grab 大家应该比较熟 ，Grab 呢在越南也有。那第一次使用 Grab 可以先在台湾下载好 APP， 打开 APP 后呢，用手机号码注册，输入验证码，再设定自己的名字。到了越南之后，输入上车点和目的地，选择车型，确认价格。再叫车就可以了。那上车前记得看车牌、司机资讯还有目的地，确认没问题再上车，比较安全。那第二个呢是 SingSM 越南电动计程车，使用方式跟一般轿车 App 很像，一样是输入上车点、目的地，确认价格和车型。那如果你想搭比较新的电动车，可以把它当成 Grab 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。那第3个呢是 VinBus 越南的电动巴士。之前这个 VinBus 有提供免费搭乘，但在2026年的1月1号起就开始收费了，会依照搭乘的距离有不一样的价钱。打开 VinBus App 之后呢，把地点改成富国岛，
右下方把语言改成英文之后，接着看 Vinbus 的所有路线，可以点这边，里面就有9号、17号、20号。那17号是比较强大的路线，另外还有其他北部循环的公车。关于要怎么看公车站牌啊、路线跟班次时间，以17号公车为例，站牌地点上这个绿色的点都是17号公车的路线。Direction 呢是按这个按钮可以切换行驶的方向。下一班车箭头的地方可以看到下一站的下一班车是什么时候会来，还有 timetable 是可以看到详细的班次时间。Vinbus 呢适合时间比较弹性的人，那我把大家会比较常前往的站点整理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先存起来。那如果是带长辈啊、小孩或是多人出游，或是一天想要跑很多点的话，推荐大家直接叫车或是预约接送。KKday 私人包车也很方便，一般轿车、休旅车、箱型车都有，包车比较省事省时，多人分担也比较划算。富国岛的景点门票啊，还有游乐设施，在 KKday 平台上也都有相关的套票，有时候会比现场买还更便宜哦。那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。这次我们住的是 Premier Residence 富国，距离富国岛机场大约是25分钟车程，整体住下来我觉得很不错，房间很大很舒服，早餐的选择也很多，还有一些粤式的餐点。饭店呢可以直接走到海滩，但我们这次每天都早出晚归，反而没有时间好好享受海滩，这点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我觉得这间饭店呢非常适合3种人，第一种想要主攻南部景点的人，第二呢喜欢度假感的饭店还有海滩的人，第3种呢想要住在靠近日落小镇的人。那如果主攻南部的景点，我觉得这区可以考虑。不过如果你每天都想要去北部啊，那就不建议住在南部，因为南部到北部坐车的时间大约就要1个小时的车程。那晚上我们回到饭店之后，我们还去了日落小镇的一家大型超市，叫做 Vietnam Select， 东西很丰富。如果住在南部想要买伴手礼，不一定要特别坐车到中部的金柑超市。我们买了很多伴手礼，之后呢会再拍一集富国岛伴手礼开箱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买伴手礼呢，会建议不要到机场再买，因为富国岛机场价格比较高，选择也没有超市多。机场里面的食物价格呢是偏高，很多东西会用美金标价。最后我还买了越南法棍，一个是8美金。虽然飞机上有飞机餐，但真的很喜欢越南法棍。我自己觉得富国岛最强的是它把海岛乐园、表演、饭店、度假放在一起，很适合第一次想轻松玩越南海岛的人。希望今天这集富国岛攻略有帮助到大家。如果大家有去过富国岛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最喜欢哪个景点，或是你正在安排富国岛，也欢迎留言在下面问我你想要知道的问题，我会把我知道的资讯整理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集影片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听我说，我们下个礼拜6见了，拜拜。